老公拿我的陪嫁去养小三，还想让我净身出户。看清他的嘴脸后，我反手让我妈那离了3次婚的闺蜜嫁给了公公。1年后，老公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咱爸为了一个女人要把我赶出家门，我是真心爱你的，求求你回来吧。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发现老公出轨是在我们婚后的第2年，彼时我刚回娘家探亲，和我妈谈工作的事。晴，把这个给亦菲捎回去点。妈拿着2袋自己腌制的咸菜，她还记得赵亦菲爱吃，妈对她真好，倒显得我不像亲生的。我开玩笑，乱说。妈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亦菲的工作定下来了吗？还没有。公公说不着急。说到这，我皱了皱眉。我和老公赵亦菲是大学同学，刚毕业不久就见了家长，现在结婚也有2年了。我在毕业的那1年就通过校招进了一家私企，而赵亦菲本来和几个同学一起合伙创业，我还给她垫了5万块钱。没想到公司还没做起来，就有人卷钱跑了，让他很是消沉了一阵子。那也不能一直靠你养着呀。妈有些发愁。赵亦菲家庭关系简单，和我一样，都是单亲家庭出来的独生子女。只不过我没爸，她没妈，是公公一个人把她拉扯大的。公公对她如是珍宝，什么都给她最好的。所以赵亦菲性子高傲，不是好工作轻易不去做，现在只能空闲在家。我会劝她的，我不以为然。赵亦菲对我很好，我赚的也不少，大不了就让她做个家庭主妇。你秦姨昨天给我打电话，说和现在谈的老头分手了，要来我们这住一段时间。妈突然想起什么似的，一拍手说道：我妈口中的秦姨，就是我妈无话不谈的好闺蜜秦丽。她从小就漂亮又嘴甜，只可惜遇不到个好姻缘，离过3次婚。因为她花钱实在是大手大脚，每次不把老公钱花完誓不罢休。再有钱也禁不住她这么乱造。但是我很喜欢秦姨，她对我很好，她没有孩子，就把我当亲生女儿看。我爸去世后，他总是从各个交往对象那里要钱来补贴给我们家，他每次都能哄得那些男人心甘情愿地赠予他财物。我们都对他的这种行为哭笑不得。等你秦姨到家联系我，我带她出去吃饭。我没当回事，和妈妈告了别。看看天色还早，我给赵亦菲拨去了电话，想问她要不要出门一起吃个晚饭，却显示无人接听。她大约还在睡吧。赵亦菲这几日投的简历都石沉大海，她气不过，拿游戏来麻痹自己。这几天晚上都熬到凌晨才睡。我在商场旁停了车，打算去给公公买块表，当做50岁生日的礼物。再打包一些赵亦菲喜欢吃的糕点带回家。我妈现在给人家当月嫂，赚了不少钱，我1个月也能有2万的工资。思来想去，我挑了一块5万块钱的表。公公素来低调，但50岁生日还是要好好过的，礼物自然不能太寒酸。正要去结账，转头就看见一个20刚出头的小姑娘，一脸好奇地在女士手表的柜台前转来转去，似乎是在苦恼该买哪一款。许是见她穿的普通，柜姐们都扎堆在一旁说说笑笑，没有一个人上去问她的。我看不过，走上前去，指着其中的一款，对那个小姑娘说：这款比较适合你，这种粉嫩的颜色也好搭衣服。她似乎是吓了一跳，打量了我许久，突然一甩头：我看上哪块表，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心中尴尬，想着我有些唐突了，突然上去介绍，肯定会吓坏人家小姑娘。不好意思，我朝她点点头，
转身拿着我挑好的手表去结账了。结完账要走时，我隔着老远就听见了那女孩银铃般的笑声，转头就看见她正挽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大概是男朋友吧。那些柜姐都是人精，一个个堆着笑脸迎上去，柜台前一时间门庭若市。想到我和赵一飞也是在他这个年纪时认识的，我忍不住多看了几眼，谁知这一看就出了事。那个掏出钱包刷卡、笑逐颜开的西装男人，正是我结婚2年的丈夫赵一飞。我这个也喜欢，那个也喜欢，这可怎么办呀？女孩嘟着嘴，亲昵地靠在赵一飞的肩头，她像是很受用似的，豪气地指着柜台里的另一款说：“把这个也包起来，谢谢哥哥。”女孩笑吟吟地在赵一飞脸上亲了一口。那2款表我刚扫了一眼，都是10万开头的。我没看错的话，赵一飞刷的还是我给他的卡。我火冒三丈的就要冲上去质问这2人，偏偏在这时公公打电话来，问我几点回家，马上到家。赵一飞呢？我打他电话也不接。我故意问道：“一飞在家呢？刚睡醒，可能没看见你消息吧？”公公的声音一顿一顿的，不知道是信号不好还是心虚。原来他也知道，我这边电话刚挂，那边赵一飞的电话就响了。他不耐烦地接起来，脸色变了，想来是公公给他通风报信了。他急匆匆地挂断电话，拉着女孩的手就往出口跑。都这时候了，还不忘带着他的小三，真是惊天动地的爱情。我故意在商场内多等了10分钟，回家时赵一飞已经在穿着睡衣打游戏了。公公端着一盘糖醋鱼从厨房出来，看见我，对赵一飞使了个眼色：“老婆，你回来啦。”赵一飞扔下手柄就要过来抱我，他脸上是一贯吸引人的笑，我的心里却连连作呕。我吃不下，你和爸吃吧。我推开了他，看了一眼桌上摆满的海鲜，心中厌烦。我对海鲜过敏，从前半忽略半不计较的也就这么过了。现如今看看，公公从来不考虑我能吃什么不能吃什么，做的菜全是赵一飞爱吃的。赵一飞笑容一僵，表面上还是贴心地帮我拿过手中的大包小包，对我说：“那你进屋休息一会，晚上吃完饭我帮你按摩按摩。”我最喜欢他温柔的一面，要不是今天实实在在看见了那一幕，我还盼着给他生个孩子，一家3口幸福美满度过余生呢。进了房间，我的眼泪便不争气地落了下来。算上谈恋爱的时间，我已经和赵一飞认识4年了，还天真的以为他是想好好跟我过日子，原是我太傻了。晴晴，喝点粥吧。赵一飞端着碗进来，正撞见我在哭，他有些慌乱地替我擦去眼泪，着急问道：“怎么了？谁欺负你了？狗男人！”我心中骂道，表面上却还是不动声色，只说：“我妈嫌你不找工作，说一直都是我养着你，传出去了让人看笑话。”赵一飞的脸色青了又白，我这话可是捅到他心窝子上了。他这种自视清高的人，又怎么会想被别人嚼吃软饭的闲话？见我好笑地看着他，他话头一转：“晴晴，你什么时候能给我生个孩子？这样我才有动力往前冲啊！”他前段日子还说要等他工作稳定再谈孩子的事，现在倒是有些迫不及待了，看来是想用孩子绑住我，想拿我的钱来养他的爱人。我抬头望望这个房间，这套房子还是爸爸临终前给我买的，除此之外还有1辆车和1间商铺。我忙着上班，商铺都是公公在打理。我忽然想起，这间房子好像落的是公公的名字。当初赵一飞说怕我这个白富美看不上他这个穷小子，
他爸年纪大了，又只有他一个儿子，说什么也要让我给他们个保障。在公公和他的哄骗下，我竟晕头转脑的在房产证上写上了公公的名字，而赵一飞只给了我1万的彩礼。公公将他娇生惯养，到结婚却在那里哭穷，说他们老家根本没有彩礼这一说。这1万还是在我妈的据理力争下才要来的，先等你找到工作再说吧。我冷哼一声上了床，把他隔在了被子外面。赵一飞沉默了一会就出去了。我给妈妈发了条短信说我要回家住，妈什么都没问，只说我回来正好能陪秦姨玩几天。隔天早上我就收拾了东西要回娘家。昨天晚上我把赵一飞拒之门外，再跟他接触，我怕我会忍不住吐出来。晴晴，你要去上班了吗？赵一飞从书房揉着眼睛出来，看到我手中的行李箱也是一愣。公司让我出差1个礼拜，我淡淡的说，这次回家我也该找律师商谈离婚事宜了，那你注意安全。他眼中闪过一丝喜色，我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忍着怒意瞪了他一眼，开门走了。下楼就看见有一辆外形张扬的跑车停在我家门口，从车上下来了一个大波浪戴墨镜的女人。她看见我，立刻小跑着扑上来，根本不在乎自己脚上穿的那双恨天高。晴晴，秦姨可想死你了。秦姨还是那么年轻，近50的年纪，看起来倒像是30岁的少妇。秦姨，你这车哪里来的？我把行李箱放进后备箱，坐上他涂得5颜6色的跑车，之前那个老头送的，说当分手礼物。秦姨不在乎的努努嘴，恰好经过你家，刚想上楼找你，没想到你自己下来了。说着，他又掏出一个精美的包装盒，你结婚的时候我在国外没敢回来，这算是给你的补偿礼物。我打开，里面是2个沉甸甸的足金镯子。秦姨得意地看着我，还是我对你好吧。我一瘪嘴哭了出来。秦姨对我越好，我就越是想起那个忘恩负义的男人。我怕别人对我的好都是另有目的，总有一天要收回去的。怎么突然哭了？不喜欢。秦姨急忙替我擦去眼泪，脸色一变，还是有人欺负你了？我仔仔细细将昨天遇到赵一飞在商场给我不认识的女孩买了2块10万的手表的事告诉了秦姨。秦姨沉吟一会儿，试探着问我，没弄错吧？会不会是他想要巴结的老板的女儿？我倒是没想到这一点。赵一飞以前就跟我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想要让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所上升，就要学会舍得。加上他最近急着找工作，病急乱投医也不是不可能。想到这，我不免也有些犹豫。或许他只是不想让我担心，怕我吃醋才不告诉我呢。秦姨自己是个没福气的，不想让你和我一样，一大把年纪了，连个固定的家都没有。秦姨神色黯淡，我明白，秦姨他们这一辈追求的其实还是家庭美满，要不然秦姨也不会一次又一次踏入婚姻的殿堂了。那我过几天回去找他谈谈。我现在还在生气，根本不想看见赵一飞那张脸。秦姨点点头，你先玩几天散散心。向公司请了长假，陪伴秦姨的这几天，我心情也平复了不少。1个星期后，我提着2盒补品回了家，想着和赵一飞好好谈一谈，如果有误会的话，也能尽快解开。打开门，率先映入眼帘的是鞋架上的2双鞋，公公常穿的那双不在这上面，他没在家。鞋架上只剩下我给赵一飞买的限量版球鞋和1双甜美的粉色高跟鞋。我记得我并没有这样的鞋子啊，脑子里气血上涌。看了一眼紧闭的卧室门，
我悄无声息地赤脚走过去，轻轻拧开了门把手。房间里满是淫迷的气息，床上的两人像是已经完事，正相互搂着聊闲天。一飞哥，你老婆不会突然回来发现我们吧？女孩笑嘻嘻的，正是上次在商场要赵一飞给她买表的那人。赵一飞沉默了一会儿，突然说：“我觉得他已经发现了。上次我们去买手表的那天，他回来以后就一直不给我好脸色看，晚上睡觉还不让我碰。你都有了我，还想着去碰他？”女孩握起粉拳，轻轻打在他胸膛上，被他反手握住，珍惜地放在心口的位置。被发现了也无所谓，这房子写的是我爸的名，商铺也是我爸在管，他一分都带不走。赵一飞的语气平淡，我的心底却炸起一道惊雷。他想让我净身出户，关注我，每天更新精彩故事，反正他给你的钱也够我们花了。女孩满不在乎地说：“傻露露，钱是一辈子都不嫌多的。如果他发现了我，自然没话说；如果没发现，我用孩子套住他，为了孩子和家庭，他肯定会原谅我一次。”赵一飞洋洋得意地说：“可是人家想怀你的第一个孩子。”女孩嘟起嘴，手指在他的胸口画圈圈。“好啊，我们的孩子肯定像你一样漂亮。”房间里的呼吸声逐渐重了起来。我默默关上门，想着要不要报警，把这对奸夫淫妇抓起来，又觉得这样太便宜他们了。我4年的青春喂了狗，既如此，这2个狼心狗肺的也别想好过。我还没敢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她一直挺喜欢赵一飞的，觉得他脾气好又会疼人。我怕我妈听见他刚才那一番话会气出心脏病。坐在车里，我已经隐约冒出一个想法，只是还需要秦姨的助力。一飞，那个女人还在我们家吗？是公公的声音。我循声看去，他手里拎着2袋蔬果，看来是刚买菜回来。不知道赵一飞回答了什么，公公的眉头迅速皱了起来。完事了就赶紧让他走，万一苏晴回来看到了怎么办？看来公公并不喜欢这个女孩，但即使不喜欢，他还是帮着自己的儿子一起瞒着我，私吞我的财产。公公虽然已经50岁了，但身体很硬朗，为人表面和善，和婆婆离婚多年都没有再找，说是不想让赵一飞受后妈的折磨。真的是这样吗？我曾经看过公公手机上的转账记录，光是给女主播打赏就花出去1万有余。想到这里，我凭自己的记忆从短视频平台上搜出了那个女主播。她看上去40多岁，风韵犹存，一头大波浪卷发，很是引人注目。我更加确定了心中的想法，给秦姨打电话：“秦姨，我有事情和你商量。”听完今天的事，秦姨气得连杯子都拿不稳。我本来还说给她一次机会，她倒好，把人领回家里不说，还想让你净身出户。秦姨十分后悔前些天苦口婆心劝我的那些话。秦姨，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我拉住秦姨的手，心中不免有些犹豫。一是这样做的风险有些大，再来秦姨肯不肯答应还不一定。让我去勾引你老公吗？秦姨先笑起来：“我年纪不小了，你们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我看我勾引他爸还差不多。”我眼睛一亮：“对，就是勾引他爸。秦姨和我公公没见过面，看外形，他又是我公公的理想型。老公意识不到小三的危害，没关系，给他个后妈，他就明白了。”秦姨确定我没在开玩笑后，向我仔细打听了我公公的样貌和性格。看了我拍的照片后，她表示对我公公还算满意。公公是教师，身上一股文人气息，
偏偏秦姨就喜欢这种看着一本正经的老头，为了他连脸面都不顾的样子。我们俩一拍即合，我一边找好了律师，算着怎么样才能让我的损失降到最低，一边设计秦姨和公公见面。公公即将退休，平日里没什么要紧事，也就是去学校里转悠一圈，然后就是去我家的商铺看看有没有小利可图。最近他还多了一个爱好，出门旅游。当然，这些旅游经费都是我支援他的。算好了那女孩走的时间，我回了家，赵一飞正在洗床单。为了透气，他还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真是此地无银300两。见到我回来，他脸上有种劫后余生的喜悦。把女人带回家，却没被我发现，想必心里正在偷着乐吧。我妈说了，你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就让咱们俩离婚。我把包甩到沙发上，一脸的不耐。赵一飞脸色阴沉下去，不是说好不逼我的吗？你妈这是看不上我，觉得我给你丢脸了，难道不是吗？我好笑地看着他，我是太不上进了。他转转眼珠，我们从现在开始备孕吧，有了孩子，我保准能找到工作，好好为你们娘俩努力。算了吧，谁稀罕跟一个废物生孩子？我露出一个浅淡的笑。苏晴，赵一飞终于被我逼急了，他冲上来指着我的鼻子骂道：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整天就知道忙工作，你不乐意给我生，自然有人乐意。我心中苦笑，若不是我拼命工作，又拿什么来填补他这座无底洞？我假意惊慌说：不过和你开个玩笑，你怎么还急了？赵一飞也意识到自己有些说漏嘴了，顿时像个瘪了气的球一样缩到了一边，讪讪地看着我。我拿出准备好的机票，对着一旁探头探脑偷听的公公说：爸，最近天气热，正好您生日也要到了，不如出去旅游散散心。这票是我老板给的，一般人轻易拿不到，目的地是雪山。您不是一直想去雪山看看吗？公公喜笑颜开地接过来，又装模作样地训斥了赵一飞2句，让他别对着我大呼小叫的，又说他正好留个2人空间给我们，让我们好好备孕。他不知道，我早就安排好，秦姨已经在飞机的终点站等着他了。晚上我装作睡熟了，等了好久才等到赵一飞悄悄起身。我偷偷把门开了一条缝，看到他去了客厅，公公早就在那里等着他了，看起来很是焦急。苏晴对我们这么好，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公公有些埋怨地看向赵一飞，他哪是对我们好，只不过是拿钱来侮辱我们。赵一飞不屑地哼一声，我和露露才是真爱，他不喜欢我的钱，只想给我生个孩子。那你还不跟苏晴离婚？离了婚，您的铺子还要不要？还有这些机票和旅游补贴，难不成您想花自己的棺材本？公公马上摇头，那可不成，这里面的钱还有你当初从苏晴那要来的5万块，这可是我的私房钱。我心里寒凉。好啊，原来所谓创业失败，朋友卷钱跑路也是假的。我的钱早就进了这俩父子的腰包。只听得父亲赞许地说：不愧是我的儿子，当初你妈的嫁妆都在我手里，他还非要跟我离婚。这样不爱家庭只爱钱的女人，都只有被骗的份。我妈就跟苏晴一样，眼中只有自己。赵一飞声音低了下去，一片片2代，这两父子还真是猪狗不如。婆婆被逼净身出户，我可不会。到旅游那天，一大早，公公就喜笑颜开地拉着行李箱走了。我看他用发油整了头发，还喷了香水，怕不是也在期待着一场艳遇吧？说是要备孕，我却没有想和赵一飞亲近的意思。我借口自己没有经验，说要回娘家住1个月，让我妈给我好好补一补。
赵一飞有了新欢，又怎么会在意我？巴不得让我走得越远越好，他好把那个女人带回家。我请来的私家侦探告诉我，我走的第2天，那个女人就拎着大包小包住进了我的房子，和赵一飞如胶似漆，一刻也离不开。我笑了笑，再有几天公公就要回来了，到时候4人相见，不知道会擦出怎样的火花。晚上，秦姨偷偷给我打电话，说公公和她在雪山顶上相逢。她说自己离了婚，又没有孩子，孤苦无依。公公果然上了套，他根本想不到这个在雪山上遇到的美貌少妇会是我刻意安排的，当即就邀请秦姨和他一起回家，在这边玩几天，不接触不知道，还是个老色鬼。秦姨的声音在电话那边显得尤为嫌弃，刚答应跟他一起回这边玩玩，他就要拉我的手，老不正经的。他们回来那天，秦姨在胸前的项链中安了一个小小的针孔摄像头，我从手机里就能看到秦姨视线中的所有事物。我看到公公一脸谄媚的要去拉秦姨的手，说楼梯窄，让她扶着自己。秦姨不愧是身经百战的老手，像少女般跺跺脚撒娇道：“人家脚疼，你背人家上去吗？”公公面上有些尴尬，可是我儿子还在家，让他看见了我这张老脸。秦姨的声音立刻变了：“你不愿意，那我走了。”“别，我背，我背。”公公立马妥协。秦姨将那个女主播的情态学了个10成10的像。公公单身久了，自然对这种喜欢依靠自己的小女人没什么抵抗力。公公把秦姨背在了背上，气喘吁吁地往楼上走。我们家住6楼，这可为难公公了。我和秦姨隔着一个镜头都在偷笑。到家时，公公已经累得不行，连敲门的力气都没有了。秦姨轻盈地从他背上跳下来，按响了门铃，是赵一飞开的门。不知为何，他对秦姨抱有很大的敌意，胳膊一横拦在门口，问：“您是？”“一飞，怎么这么没礼貌？这是我带回来的客人。”公公一边咳着，一边出手把赵一飞的胳膊打了下来。赵一飞面上仍是不情不愿，最终还是让开一条路，让公公和秦姨进了门。那个女孩也在，正大咧咧地啃着桃子，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拖鞋甩的这一只那一只，整个房间乱糟糟的，像猪窝一样。“这是谁呀？”秦姨问公公。“是我儿媳妇。”公公面不改色地说，像是为了证实这句话似的。公公咳了一声，颐指气使地对那个女孩说：“还不快给你江阿姨倒杯水。”女孩没动，反而白了他一眼，想喝水自己不会倒。“你……”公公显然被气得不轻。“一飞，他也太不懂事了。爸，我倒想问问您是什么意思？”赵一飞抢先一步问出口：“您该不会是想再给我找个后妈吧？这都第几个了？”“哦，听他的意思，秦姨居然不是第1个。不过按照公公这种闷骚性格，怎么可能按捺得住寂寞？这样想也就不奇怪了。”公公还没说话，秦姨先开了口：“原来我只是你的一个过客罢了，我还是现在就走吧，就当做我们从没遇见过。”秦姨的声音委屈中还带着一点撒娇的尾音。公公哪受得了这个，上去就要打赵一飞巴掌。赵一飞还是怕公公的，他对我说过，公公虽然平时溺爱他，发起火来却特别可怕，是会把整个家都掀翻的那种。“你干嘛打一飞哥哥？”那个女孩也火了，站起来就挡在赵一飞身前。她还不知道公公的厉害，果然，下一秒，公公的巴掌就落在了她的脸上。女孩尖叫一声，哭着倒在赵一飞怀里。“我看你是忘了规矩。”公公的脸阴沉的可怕。赵一飞吞了口水，什么都不敢说，拉着女孩进了房间，
让你看笑话了。站累了吧？快坐下。转过头，公公又摆出一张笑脸来，和刚才要动家法的样子判若两人。秦姨哼一声，这种男人他见得最多。你要是以为我图你的钱，那你可想错了。秦姨露出手上的2个大金镯子和1枚钻戒。我自己有钱，本来觉得你人不错，可以深入接触，没想到你儿子这么抵触我。怎么会呢？你别听这混小子的，我们家里我说了算数。公公陪着笑拉秦姨坐下，又是端茶，又是切水果，将秦姨伺候得舒舒服服。秦姨也不想给他难堪，顺从地接受了这些好意，又说晚上要出去逛逛景点什么的，问公公要不要一起。当然，你对这里不熟悉，我自然要作陪。公公一张脸都笑出了褶子。晚上你就住我们家，我现在就把客房收拾出来，这多不好，让你儿子看见了又该阴阳我了。秦姨渲然欲泣，公公忙对天发誓，不会的，有我在这一天，就没人敢赶你走。秦姨美滋滋的在我家住了几天，白日里赵亦飞看见她也是敢怒不敢言，毕竟有公公压着她，她还不是房子的主人。而通过这几天秦姨和公公的聊天，以及公公和赵亦飞吵架的内容，我也知道了公公不为人知的过去。原来秦姨已经是公公带回来的第5个女人了。赵亦飞从小就失了母爱，他不想再让公公的注意力从他身上转移，因此十分排斥我公公另寻新欢。偏偏公公就喜欢小鸟依人的类型，前4个带回来的女人都是看中了我家这套房子和还算红火的商铺，最终都被赵亦飞抓住把柄赶了出去。可这次不一样，公公喜欢的不喜欢的，赵亦飞喜欢的不喜欢的，我统统都知道。好歹做了2年的儿媳妇，赵亦飞，公公，这才是我送给你们最惊喜的礼物。秦姨做的所有事都滴水不漏，除了爱撒娇外，连赵亦飞也挑不出她的错处。倒是那女孩觉得自己有危机感了，有天破天荒的要下厨为全家人做饭。我还是第一次见你这儿媳妇做饭呢，可要一饱口福了。秦姨盈盈笑着，女孩白了她一眼，生硬地说道：“我这是做给亦飞哥哥和爸吃的。”公公不悦地瞪着她。女孩刚进厨房，秦姨转脚就跟了进去，说要帮她打下手。女孩笨手笨脚的，还是秦姨在一旁处处帮忙，这才好歹做出了几个能看的菜。然而吃饭时又出了事，先是鱼刺没挑干净，差点让公公卡了喉咙；又是往菜里加了小小的花生碎。赵亦飞对花生过敏很严重，小时候还因为过敏进过急救室。赵亦飞的脸瞬间涨得通红。公公一边打急救电话，一边狠狠推了那女孩一把。该死的，做一次饭就出这些事，你个丧门星！我明明没有放花生，鱼我也挑干净了的。女孩尖叫着，不过没人听她解释，这一切当然是秦姨做的。秦姨不动声色地过去，揽住了女孩因哭泣而颤抖的肩膀，轻声安慰她：“没事的，不知者无罪。”女孩看着我，秦姨的目光中多了一丝感激。赵亦飞从医院回来后，看那女孩的眼神也变了，从疼爱转为了怀疑。女孩才不管这些，她在我秦姨的开解下，已经原谅了自己，又恢复了好吃懒做的样子。公公本就看她不满，为着儿子多番忍耐。经历了这次过敏事件后，他再也忍不下去了。他咬牙切齿地把赵亦飞拽到一旁：“这个女人不是好货，你快把她弄走，找个时间接苏晴回来。”赵亦飞沉默许久，点点头说：“好，我怎么可能让她如愿？”过了2天，
女孩拿着一张单子，趾高气昂地扔在了赵家父子面前。我怀孕了。他们爷俩均是脸色一变，只有秦姨还装作懵懂的样子，拍着手说：“真是好事呀。”女孩冲秦姨露出会心一笑。就在前一天，秦姨找她聊天，女孩沮丧地说：“最近赵一飞都不碰她，还时常看着手机发呆。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孩子。”秦姨语重心长地说：“我就是因为不能生才离的婚。一个孩子对家庭维系有多么重要，想必你也清楚。你如果真心爱他，就拿孩子套住他，反正你们以后总会有的。现在只不过是提前预警。”女孩听从了秦姨的建议，铤而走险，从网上找了张怀孕的片子拿来骗赵一飞。这下她又能继续留在这里骗吃骗喝。公公的脸色一天比一天差，他看这女孩不顺眼，连带着看赵一飞也不顺眼。他的儿子放着能赚钱又独立的儿媳妇不要，偏偏找了个不懂礼貌、好吃懒做的小三。秦姨总在一旁安慰他，一来二去，公公对秦姨的感情越来越深。你和我以前见过的那些女人都不一样。公公深情地拉着秦姨的手说：“公公从没见过和他如此契合的女人。”他在秦姨身上大把的花钱，秦姨挑拣着一些便宜的收下，其余的都拒绝了，还说他和公公是知己，不是为了贪他的钱。赵一飞看着秦姨这副样子，自然挑不出什么错，但公公可就着急了。他急于表达自己的心意，咬咬牙，把棺材本掏了出来，给秦姨买了一个5万块钱的包，当做订婚礼物。这可不成，秦姨第一反应就是拒绝。看到公公投来的狐疑目光后，秦姨瞬间又委屈起来。我只是想有个家，若你觉得我是这样贪慕虚荣的女人，那我们还是算了吧。这是我自愿赠予你的，我们结了婚，这里就是你的家。公公很激动，可是你儿子和儿媳妇还住在这里。秦姨把头轻轻靠在公公肩上，做足了小女儿情态。他们，公公最近看赵一飞和他的女朋友愈发不顺眼，那女孩仗着怀孕，把家里弄得像猪窝一样，还使唤公公替她洗内衣裤，说什么孕妇最大。当然，这也是秦姨教她的。公公向赵一飞告状，赵一飞也烦，但他自己更不想干活，只能劝他爸说再忍忍，毕竟这是他们赵家第一个孙辈，他们都不如你贴心。公公感慨地拉着秦姨的手，等我们结婚了，就让他们去外面租个房子，他们会同意吗？不同意也没用，这房子写的可是我的名字。公公得意地笑道。很快就不是了。秦姨对着摄像头悄悄说道：“秦姨和公公要结婚了。”这件事传到我耳中时，赵一飞已经搬了出去。赵一飞破天荒地给我打了电话，语气焦急地让我回来劝劝公公。我冷哼一声：“我们离婚吧。”什么？他的声音中充满了难以置信。我听到他的小情人在后面撺掇他说：“我都有孩子了，反正我们还有房子。”赵一飞静了片刻，咬咬牙说：“那就离。”在民政局，赵一飞脸色阴沉地看着我，对我说：“你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这1个月来，我每天吃香喝辣。”赵一飞倒是清瘦不少，想来是被他爸和小情人折磨的。后悔没继续给你送钱吗？我唯一后悔的就是把青春喂了你这条狗。我冷冷地看着他，卡、房子和商铺就当我施舍给你的，跟你的小女友好好过吧。他眼中暗喜藏不住，我撇撇嘴，心想说是这么说，说了有用，还要做干嘛？我给他的那张卡里本来就只有20万出头。他自己非要逞强全花完，现在养着2个人，很快就捉襟见肘。
我找到大学时的好朋友，让他把私家侦探拍到的照片发在了大学的班级群里。这下他在朋友中的名声也臭了，借不到钱交房租，赵一飞没有办法，只能去找公公要他的棺材本。可惜公公早把那5万块钱给秦姨买了包。你让那个女人给骗了。赵一飞红着眼睛在公公面前大喊大叫，他的小情人悠闲地抱着肚子在后面附和2句，最终双双得到了公公的巴掌。谁被骗了还不一定呢。公公掏出一张化验单，上面显示并未怀孕，这自然也是秦姨的告密。他拿孩子来要挟你，其实根本就没怀孕。公公义愤填膺地指着那个女孩，女孩有些慌了，但面对赵一飞黑成锅底的脸，还硬要逞强。反正我们迟早都要有孩子的，我只不过是想让你多关心我一点。还没说完，他就被赵一飞一拳打倒在地。滚！赵一飞愤怒到了极点，隔着屏幕我都想笑，被所有人背叛的滋味如何呀？让我滚可以。女孩被打了几下，索性也不装了，揉着肚子走到赵一飞面前，给我10万块钱，我白让你睡了这么久，要点补偿费不过分吧？你不是说你爱的是我的人？赵一飞面色苍白，女孩扑哧一笑，你几岁了？你一个在家混吃等死的废物，要不是靠你老婆的那点钱在外面装腔作势，你以为谁会要你？他天真的抬头，嘴角扬起一抹邪恶的笑。你老婆对你倒是真心，可惜呀。秦姨此时也含着热泪对公公说，你不是说这是你儿媳妇吗？原来你一直都在骗我，这让我还怎么相信你会给我一个家？公公见战火蔓延到了自己身上，急忙对秦姨保证，这个家就是我们2个人的。见秦姨还是含着泪不说话，公公一咬牙，狠狠心道，我要把这个房子自愿赠与你。一时间在场所有人都呆住了，最先反应过来的是赵一飞，他疯了一般的跪在公公面前求他，爸，您糊涂了，您怎么能把我们家的房子送给一个外人？外人？公公嗤笑一声，现在你才是那个外人。你情妇要的钱我1分也不会出，过几天我就把你的户口迁出去，你们爱去哪去哪吧。他转而慈爱地握住秦姨的手，笑吟吟道，你将阿姨说了，要再给我生个孩子，像你这样丢人的儿子我就当没生过，你滚吧。赵一飞嘴唇哆嗦几下，翻个白眼晕了过去。被送到医院后，他才悠悠转醒，第一件事就是给我打电话，老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回来劝劝我爸爸，他要让我净身出户，那可是你的房子啊。真难得看见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对呀，以后也依旧会是我的房子。我轻松地笑了笑，然后挂断了电话。公公说到做到，第2天就带着秦姨去办了手续，将房产所有人改成了秦姨。我终于有一个家了。秦姨泪眼朦胧地给了公公一个拥抱。秦姨坚持先办婚礼再领证，说是怕公公临时反悔。公公现在什么都听他的，自然不会拒绝。我让人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了赵一飞，于是婚礼那天，赵一飞拖着一副病躯就赶去了公公的婚礼。看到颜笑艳艳穿着婚纱的秦姨，他气不打一处来，上去就指着秦姨的鼻子就骂，贱女人，都是你，你就是为了我爸的房子和钱，混蛋，谁让你来的？公公怎么忍心看他爱的女人被人指着鼻子骂，上去和赵一飞厮打起来。赵一飞虽然年轻，但一直闷在家里不锻炼，又经历了这么一堆事，一来二去竟落了下风。秦姨装作上去劝架，实则偷偷一人给了一拳。因为公公表面低调，
办的婚礼也没几个人来，自然没人劝。最后，公公和赵一飞双双倒地，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公公昏迷前还想着我们家的铺子，当着围观群众的面说要把商铺也交给秦姨打理。赵一飞本来还硬撑着，结果听到连商铺都没有了，气血上涌，直接口吐白沫昏了过去。我和秦姨手挽手去了医院，赵一飞还没醒，公公捂着头哎呦哎呦直叫，医生说他被打的脑震荡。赵一飞真狠啊，自己亲爹都能下得去死手。你来啦！公公撑着身子坐起来，看到和秦姨并肩而立的我，愣了愣，呆呆地问：你不是和赵一飞离婚了吗？怎么还有心思来这里看我？当然是来看您的笑话了。我捂着嘴笑了，然后拉着秦姨，我向她郑重介绍，这位是我妈的闺蜜。公公的脸比吃了屎还难看，秦姨从头到尾连一个眼神都懒得给她，她急了，根本不顾还有医生患者在旁边，就要从床上扑下来。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公公声嘶力竭地喊着，你说你爱的是我这个人，你还说要给我生孩子。秦姨学着那女孩的语气反问道，你几岁了？你一个在家混吃等死的废物，要不是靠你儿媳妇的那点钱在外面装腔作势，你以为谁会要你？不可能！你说我们是知己，你和他们不一样，你不是为了钱。我确实不是为了钱。秦姨笑眯眯地说，我是为了气死你。公公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重新陷入了昏迷。秦姨把房子过户给我后，问我还要不要去再看看赵一飞。我说不用了，听说他的小情人在听说他昏倒后，就马上收拾了出租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走了，当然也没忘了带上赵一飞给他买的那2块表。我只想看他们清醒后面对高额的住院费和已经被我卖给别人的房子会露出什么样的表情，但这都是他们应得的，这才是我的复仇。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